2023年8月29日，这平静的一天，没有海报，没有预热，安静到我们所有人都以为是假消息，直到看到官方微博，看到商城上架，看到线下店可以直接购买，这平静的一天注定被华为打破。直到今天，关于 Mate 60 Pro 的一切都已经被揭晓，除了性能、影像、设计，甚至是芯片之外，大家是否好奇一个问题：华为是如何突围成功的？ Apple is my teacher. It's advancing in front of us. As a student, 这句话是任正非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当记者问到美国制裁华为，大家担心中国也会制裁苹果，中国该不该这么做？任正非几乎没有思考的就回答道：绝对不会，这是第一点。 that will not happen, first of all. And second of all, if that happens, I'll be the first to protest. Apple is the world's leading company. If there was no Apple, there would be no mobile internet. If there was no Apple to help show us the world. 任正非如此大度的回答中包含了几点信息。在他看来，苹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促成了移动互联网，它让人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美。华为要以苹果为导师，学习苹果。学什么呢？怎么学呢？如果我们放眼整个中国手机市场，几乎每一家公司都有学习苹果的痕迹，无论是华为、小米、OPPO、vivo 还是锤子，他们都将苹果或者乔布斯视为学习的对象，将自己对于手机的理解注入到产品当中。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高端手机市场能够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只有 iPhone 一部手机，苹果靠的就是商业洞察力。那华为靠的也是商业洞察力吗？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商业洞察力。它通常指的是能够熟悉、了解商业的基本逻辑和运作方式，足够的知识储备，并能将这些技术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知道竞争对手的动向，拥有足够的手段或者战术策略来应对市场变化。乔布斯推出 iPhone 的时机非常准确，他的商业洞察力几乎是这个行业里数一数二的存在。他在2007年 iPhone 发布会上就说， iPhone 是一部电话，是一个可以听歌的 iPod， 是一个可以连接互联网的设备，而这一切离不开一项至关重要的技术 3G。 The iPhone 3G。 更快的移动网络速度将信息的单位从字节一下扩充到兆字节，互联网内容从 3.5 英寸的手机屏幕爆炸不断涌入到你的眼睛里，文字、图片、音乐、视频，人们如饥似渴的获取内容、交换内容，全都依靠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那么这种商业洞察力，华为有吗？这就要说到华为手机是如何产生的。你或许听说过中华酷联这个词，里面的华指的就是华为。在华为手机早期，手机仅仅是与运营商保持合作关系的贴牌产品，通过运营商补贴来赚取利润，它不智能，也并不好用。直到有一天，任正非觉得这种东西不配叫华为手机。很简单，它确实不智能，也不好用，也体现不出华为科技的实力。而他的老师苹果虽然刚刚起步，但华为已经看到了在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的前提下，谁能给用户提供更多的内容，谁就赢了。彼时华为手机刚刚经历过一场失败的收购，任正非下定决心将华为手机列为华为业务3驾马车中的一驾，将远在欧洲的余承东叫回来，搞手机，搞智能手机。我举这个简单的例子，我接手这个华为这个业务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中低端的白牌的手机，我们说我们要做高端手机，要达到我们的品牌。大家说全中国没有一个，那大家说我们是神经病疯了。如果你熟悉华为或者中国手机市场，就会知道华为一开始一败涂地，与小米正面硬刚的荣耀品牌惨败， ASEN 的系列出师不利。华为的惨淡与小米的风生水起，似乎也证明了在面对手机商业市场这件事情上，华为十分不擅长。对华为而言，相对于企业用户的需求明确、背景专业，普通用户千万，需求各异，对于手机的了解也不如专业用户多，这让华为吃尽了苦头。虽然没有苹果一样的商业洞察力，但有一个秘密武器拯救了华为手机，让它能够逆风翻盘。
高效团队。华为的高效可能源自于任正非的军人身份，就拿我们比较熟悉的亮剑来说，李云龙每个营都有不同的能力，例如大刀营、炮兵营以及骑兵营等，以应对不同的敌人。每次开战前的动员也能用自己的方式鼓舞士气，战争胜利后也会分享胜利的成果，与秀琴、和尚、赵政委，甚至是和自己的上级都没有架子，都能够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委屈，并且他总是将独立团挂在嘴边，以整个团队来论成功，从不揽功。同时得益于我们的党员建设，李云龙的部队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这个也是我们解放军部队的缩影，也正是任正非带到华为的利剑。当华为手机遇到问题时，任正非的部下余承东也并没有气馁，而是找出用户最关心的手机特点，然后将团队打散，分别去处理手机工艺、影像、电池、芯片等等，逐一去解决当下遇到的问题。解决当下的问题，这几个字看上去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棘手的问题，最佳的解决方案永远是冷静下来，分析目前的问题，利用身边一切资源，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我们一般并不会这样冷静，真遇到问题时，大部分人往往会不耐烦，匆忙地下结论，也不会及时止损，习惯用以前的方式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无法走出舒适圈，习惯找借口，没有备用方案等等。这个时候，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会被情绪所困扰，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家公司，就会变得没有条理，整个团队也会变得急躁、情绪化，没有耐心，沉溺于过去的成功，掩盖现实问题所带来的困扰。而华为的做法是最大化的淡化个人情绪，而强调共同目标，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要因为害怕被打压或者被行政处罚而担心，也即对事不对人，这一点与强调 fairness feedback 的苹果不谋而合。这样的团队往往更加有凝聚力，团队中每个成员都能最大化发挥自己的作用。乔布斯让 John Ive 放手去做设计，任正非也让俄国小伙子一个人安静地待在角落。乔布斯有了挽救苹果于水火的 iMac， 任正非也有了2G 到3G 的技术突破。苹果有了自己引以为傲的设计与创新，华为也有了足够的技术储备来应对各种不明朗的未来。高效团队的凝聚力、聚焦问题而非情绪化的最终体现，是余承东在接受 P1 失败时写下的一条微博。这几点也是直接宣布华为消费者业务的调整方向。在此基础上，华为推出了 P6， 解决了设计问题，金属拉丝加喷砂工艺，机身厚度仅为 6.18 毫米，是当时全球最薄的智能手机，最终销量也突破400万台。Mate 7带来了金属机身与一处式按压指纹解锁，与同时期的塑料壳、售价5000多的三星手机拉开了巨大差距。2016年，为了打通欧洲市场，华为与徕卡联名的 P9 横空出世，从那一刻起，与相机厂商联名，打造个性化影调风格的做法影响至今。而这也是华为向苹果这位老师学习的最后一课，向用户提供灵感，而非仅仅是工具。这一次与徕卡误打误撞式的合作，让华为顿悟，如果仅仅是生产工具，华为始终无法真正实现高端化。如果想要在高端市场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让用户在看到华为手机的那一刻，便想好了自己在生活中使用它的场景。华为发布会开始出现变化，余承东会在发布会上告诉你市场上有哪些手机，它和华为比并不好用，不好用在哪，华为手机是怎么做的。非常简单的 SCQA 原理，也即先设置好一个良好的氛围，通过余承东的个人魅力，甚至是口音，让你不自觉的就进入他的节奏，接受调侃，拉近与你的距离。然后余承东会简单说一下现在大家用手机所遇到的问题，甚至会有一些脏话来说自己遇到的问题，也即向你展示现在我们的需求和手机功能无法满足需求的冲突。接着他会问你怎么办，你会下意识的去思考问题和答案，进一步的陷入余承东为你设置好的陷阱。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答案时，余承东直接向你展示华为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并且它绝不会仅展示手机的特点，而是向你展示这些特点如何影响你的生活。通过这些环节，你会不自主地去想，那如果我拿到这部手机，我是否也会做同样的事？是否能拍摄更多的照片，下载更多的 APP， 甚至为了实现某些功能去买更多的配件？整个流程一气呵成。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网速爆发式的增长，用户对于内容的渴求更加强烈，短视频内容迎来空前爆发，每个人都会在镜头前展示自己所见，生活与每时每刻。华为则通过与徕卡的联名告诉用户，你每次按下快门都会被赋予来自德国影像的传奇色彩，用户随手拍下照片的过程会被赋予前所未有的仪式感，记录也就被现实扭曲成创作。P20、Mate 30、Mate X、麒麟芯片、抄袭苹果、闪存门，无数荣誉同样与争议一起围绕在华为身边。但就在一片质疑声中，华为却成了苹果发布会上唯一出现的中国手机厂商。华为 P30 Pro 和麒麟980成为与三星、谷歌、高通、苹果并列的竞争对手。就在我们期待华为的位置越来越高，可以超越三星的销量，成为市占率第一的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制裁以最意外的方式，毫不意外地降临在华为头上。Huawei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dangerous. That they will not make a decision to allow Huawei onto their networks. Rooting out by Huawei and its senior executives. 这似乎是华为遇到过最大的危机，但也不是华为第一次遇到这种存亡危机。华为生存下来唯一的措施是向一切先进的老师学习，仅仅依靠产品却面对政治因素的冲击，抗风险能力就会很弱。高效组织、技术储备、解决问题、提供灵感而非工具，这些向老师学来的能力是否真的能让华为渡过难关，可能连华为自己都不清楚。列入实体清单、出口管制、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专利、软件许可等等等等，那些在清单上密密麻麻的禁令，对于一家科技公司来说如同灭顶之灾。那些曾与华为保持紧密合作关系的厂商，受到制裁的影响，也不得不停止向华为供货。那一刻的华为就如同一艘巨轮，驶入因猜忌和霸权所编织成的黑夜中，没有退路，前路也被巨浪吞噬，曾经为它指引方向的信号再也没有回应。但也就是此刻，这片饱受风霜的土地上最古老、最具浪漫气息的文明，回应了风雨飘摇中的华为，从遥远的过去燃起一束火把，为华为指引了方向。燃起这束火把的是同样被困的孔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被楚国邀请前去讲学，陈蔡两国害怕他去楚国之后为楚军提供计策，从而对他们造成伤害，随即便把孔子和他的弟子围困起来，不能走也不能逃。多日的围剿、饥寒交迫，弟子们开始动摇的信念，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让孔子不禁感叹：我的主张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何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子路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仁德不够，别人还不信任我们，也许是我们的智慧还不足，所以别人不肯放行。子贡说，夫子的学说太深奥太宏大了，所以没有国家容得下你，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下标准吗？弟子的回答似乎也是孔子内心的声音，他从未如此怀疑过自己的中庸之道，但他也明白，一味的示弱换来的从来都不是同情与宽恕。如果降低标准去迎合，为何不从一开始就选择趋炎附势，苟活于这乱世呢？我的主张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何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说道，虽不被天下所接受，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没修好夫子之道是我们的耻辱，我们修好了夫子之道却未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孔子释然了，在面对苦难时，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隐忍与坚持，不去自责自己为何落到如此境地，也不去懊恼为何不一早认输，
更不会将自己的遭遇转嫁于他人。孔子选择了坚持，选择了他一直坚守的中庸之道，也成为让他能够坚守7天7夜的信念。坚持与隐忍从来不是为了中华有为，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心中燃起一束火把，照亮了自己，照亮了我们，照亮了整个中华大地。天不生仲尼，中华文明万古如长夜。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围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为我们心中坚持下去的火把。坚持，坚持，再坚持，我们总会看到太阳再次升起。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无数先辈接过这束火把，又将这束火把默默地传递下去。孔子的7日，华为的3年，这束火把依旧在传递。我们从来不依靠掠夺、杀戮来换取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选择与不同的声音共存，谦卑、学习、创造，换来的却是制裁。在那一刻，驶入无尽黑暗的华为或许也问过自己，我的主张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何会落到这个地步呢？火把再次亮起，华为的选择与孔子一样，与先辈一样，与我们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023年8月4日，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束火把还会继续传递下去。